霍总好，霍总好。姐，你这次回来就不要走了。你手上的旧伤治疗了那么多年，才勉强恢复正常。好，这次回来看你把公司打理得这么好，我也放心把祸事交给你。能回来参加婚礼，对我来说就是最好的礼物。要是娜娜的父亲也能参加婚礼就好了。今年是他手术的关键时刻，我担心。我知道你在担心什么。这次我从国外带回来了一个能救他命的特效药，全球仅此一例。真的？姐，你总是替我解决一切。好了，你先好好处理公司的事，药我会亲自送过去。霍总，车已经备好了，直接去医院吗？好。等等，今天第一次见我准弟媳的家人，我不想这么招摇，我自己打出租车回去。好的，霍总。娜娜，伯母，我姐回国了，还带回了治疗伯父的特效药，正在去医院的路上。真的吗，云逸？哎呀，还好菩萨保佑。云逸啊，你姐姐可真是我们家的大救星啊！我姐对我而言，一姐一母，祸事能有今天，全靠她当初力挽狂澜。这次她回来啊，我心中最大的石头总算落地了。放心吧，云逸，姐姐对你这么好，又有恩于我们，今后我一定把姐姐当成亲姐姐一样对待，绝不让你为难。那你们路上小心。我忙完手头的事情就过去。特效药啊，等你爸用了药，咱们的好日子就要来了。妈，稳住，这才到哪？等我和云逸结婚，我就是名正言顺的总裁夫人。到那个时候，咱们再也不用装这副勤俭节约的贤惠样了。哎呀，想想就美。到时候看谁还敢看不起咱们。可眼下还有个最要紧的事儿。云逸那么听他姐姐的话，只要讨好了他姐姐，我进霍家门就是10拿9稳的了。少钱吧？你妈我呀都没有收到过这么贵重的礼物。哎妈，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，只要我嫁进霍家，什么有钱的东西没有？哎，我跟你说啊，到时候啊，我这手上，我这脖子上，还有我这耳朵上，我都得镶满最贵的首饰，羡慕死那帮穷亲戚。好，都依您。哎呀！我的头疼死我了！妈，你没事吧？撞了我的车还想跑，门都没有！怎么开车的？给我下来！你们想干啥？你们这样做是违法的，知道不知道？少拿法律压我！撞到我们的车还想跑，门都没有！但愿我的弟媳不是这样的女孩。明明是你们先变道。少废话！你害我妈撞到头，医药费、精神损失费一样都别少。姑娘，我现在着急赶往医院，你的事儿能不能等会儿再说？你算个什么东西？也配教我做事？凭什么打人？你知不知道逼停他人车辆，导致交通堵塞，这是违法的。就是啊，你逼人出租车还有理了。说的对，赶紧让开！你少拿法律压我。今天他要是不赔钱，就别想走。再说，你们这群人的时间
就不值钱。你总不能就让我们就在这等着吧？我为什么不能？你们难道等一下就会死吗？好，你要赔偿是吧？我替他赔。1000，够吗？少拿你的臭钱，我就要他赔。我的镯子！你竟然敢摔碎我的镯子！你知道它值多少钱吗？明明是你刚才挥手的时候把镯子摔碎的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放屁！我亲眼看见，就是你刚才拉住我闺女，这个镯子才碎的。我告诉你，这个镯子价值100万，今天你要是不赔钱，也别想走。第一，你逼停他人的车辆，造成了交通围堵，这是犯法的，严重的影响了我们大家的时间。2，这镯子是你自己挥手的时候摔碎，跟我没有关系，所以我不会赔偿。第3，我现在着急赶去医院，我要救人命，耽误了救治，你承担不起后果。哼，你当我是吓大的？我今天就把话放着，今天你们要是不赔偿，谁都别想走。我再跟你说一遍，这个镯子是你亲手摔的，跟我没有关系。你想在这碰瓷，不可能。碰瓷儿？你知道我闺女是谁吗？她马上就要嫁入豪门当富太太了，就你这穷酸样，还碰你瓷儿？我已经告诉过你，这个镯子价值100万。今天你们要是不赔偿的话，谁都别想走。我不管你是谁，是什么身份，这个镯子不是我摔碎的。你要是不相信，我们可以调行车记录仪，上面记录的清清楚楚，到时候就知道这镯子到底是怎么碎的。你少拿行车记录仪吓唬我，说是你摔碎的，就是你摔碎的。该说的我都已经说了，我没时间跟你废话。啊，还想走？门儿都没有！你干什么？放开我！闺女，她这包里好像有值钱的东西。别碰我的包！你拿来吧你！想要吗？这药对霍氏集团极其重要，你把它还给我。你跟霍氏集团有什么关系啊？我是霍氏集团的董事长，霍如烟。霍氏集团的董事长？妈，这真是我这辈子听说过最好笑的笑话。你没有镜子，你总有尿吧？撒泡尿照照自己，就你这穷酸样，还霍董事长？我没有冒充，你闭嘴！下贱的场妹也配？看来不给你点颜色瞧瞧，是不知道自己是谁了。不要！你把它还给我！少拿你的脏手碰我！没事吧？谁知道你身上有没有带什么病菌？你们这是在干什么？就是逼停出租车，污蔑他人。你们现在还想抢夺其他人的东西？你又算是个什么东西出来管闲事？要不你们来赔？有这样欺负人的吗？已经耽误正常时间了，再这样闹下去，我立马报警。切，不是，关你什么事儿啊？你个臭开车的，再多管闲事儿，信不信我投诉你下岗？差点把你给忘了，这么护着他，该不会他是你相好的吧？一个下贱场妹，一个穷酸司机，倒真是绝配。你胡说八道，血口喷人！我现在真的在赶时间。行，我赔你镯子的钱，你能不能先把药还给我？还给你，可以啊。你求求我，说不定我心情好就施舍给你了呢。我求你，能不能把药还给我？看来这破玩意儿对你挺重要啊！哼，难不成是治你什么见不得人的脏病啊？这个药不是我的，现在医院有人等着用这个药救命，耽误了是会出人命的。救命！就你啊，憋，继续憋，我看你能憋到什么时候！不要！我弟弟的岳父
现在正处于手术的关键时期，等着这个药在救命。你爸也是今天手术，你说怎么会这么巧？他该不会真的是不可能，霍氏集团的董事长怎么可能穿着这便宜破烂货做推销？也是，就他这穷酸样，怎么看也不像有钱人。人命又怎么了？又不是我爸的命。你们这些底层人的人命又不值钱，没了就没了呗，还能给社会减轻点负担。你今天是娜娜父亲手术的关键时刻，要是他能顺利完成手术，参加我和娜娜的婚礼就好了。弟弟好不容易遇到一个结婚的对象，我不能因为这个影响他的婚礼。到底怎么样才肯把这个药还给我？还给你？既然这药这么好，刚好我爸也是今天做手术，也需要用这个药，不如就给我得了。怎么会这么巧？难道她就是孙琳娜？不会的，小姨口中的孙琳娜单纯善良，绝不可能是眼前这个嚣张跋扈的女人。但是我也不知道你说的是真是假，要不先替我试试？你想干什么？要是你吃下去没什么问题的话，我就相信你说的是真的。疯了吧？这是全球仅此一例的特效药，这不是……你到底吃不吃？少跟他废话，直接给他塞进去。你放开我！我告诉你，这个药是全球仅此一例的特效药，价值数亿，损坏了你赔不起。就这破药，价值数亿，你吹牛逼呢？就你这穷酸样，怎么可能有值钱的东西？住手！话可以乱说，但药不能乱吃啊！出了事你们负得起责吗？就是你们这样以暴力胁迫他人的行为可是违法的。切，违法怎么了？你们知道我女婿是谁吗？哼，就他一句话，警察来了也不敢把我们怎么样。妈，我还要办婚礼，别把事闹大了。嗯，行。唉，没意思。你要是不想吃，那就不吃吧。你刚才说这是全球仅此一例的救命药，你又想干什么？你说我要是把它毁了？不要！霍氏集团你知道吧？这是他为他岳父费尽心思才找到的特效药。你说什么？不管你们信不信，这是霍氏集团的总裁霍云逸，他一直在找的特效药。放屁！哼，你还敢攀扯霍家？霍总是什么人物？你又是什么东西？我没骗你们，这药全球仅此一例，价值数亿，关系着霍云逸未来岳父的性命。要是毁了，后果你也配提霍总的名字？哼！我不仅可以提他的名字，我就是让他现在跪在我面前，他也不敢多说什么。我就是让他现在跪在我面前，他也不敢多说什么。因为我是霍云逸的姐姐，霍如烟。我真是他的姐姐。你放屁！哼，就凭你这货色，你想冒充霍总的姐姐？你们这样对我，你们将来一定会后悔的。我呸！你装上瘾了是吧？霍总的姐姐怎么可能穿成你这样，还坐出租车？还敢威胁我？看来刚才那一巴掌是没给你长出教训啊！哼，妈，今天咱们就发发善心，做做好事，让他好好长长教训。哼！你一定会后悔的。我的字典里就没有后悔2个字。是吗？待会儿霍云逸来，希望你也不要后悔。
亲爱的弟弟，你说你弟要是看到你现在这副模样，会是什么表情？我可真是期待啊！你一定会为你的行为付出代价。哟，还在这嘴硬呢？你不是忘了还有个把柄在我手上呢？你不是说这个是救命的药吗？不要，你把它还给我！刚刚不是还嘴硬？怎么，现在知道怕了？要不我还是直接把这药给毁了吧，这样也省得你再赶去医院了。不要，这是唯一能救我弟弟岳父的命的药，求求你了，还给我吧。你求人也得有个求人的态度吧。这样吧，你跪下来，给我磕3个响头，再自扇3个巴掌，我就还给你。得饶人处且饶人，你们也别太仗势欺人了。对呀，你们赶紧适可而止吧。可是我弟弟的岳父还等着这个药救命呢。快点，我的耐心有限。只要我照做，你就可以把这个药还给我。当然了，这么多双眼睛看着，我说到做到。我的耐心不多，到底贵不贵？要贵就快点的吧，别耽误我们时间。看见没，闺女？这底层人呐，他就是膝盖软，骨头轻。你看，为了这点事儿，他说贵就贵，根本就不要脸面。妈，您说的对，他们这些底层人啊，自尊心在现实面前一文不值。哟，还来脾气了？怎么？你这所谓的救命药，还没你那可怜的自尊心重要？要是没那么重要，我就帮你毁了它，省得你纠结。不要，我跪，我跪。现在知道怕了，可惜啊，已经晚了。现在光跪可不行，再自扇3个巴掌，再磕3个响头，少一个都不行。这母女俩也太过分了吧，简直是欺人太甚啊！就是啊，这不是把人往死里逼吗？少废话，再敢逼逼，陪他一起跪。我数3声，你如果不照做，就看着这玩意儿变成粉末。1、2，我做。求你，把药还给我。亲爱的弟弟，你说，你弟要是看到你现在这副模样，会是什么表情？我可真是期待啊！姐姐从来没不接我电话。霍总，可能是隧道里信号不好，还快点！这个照片好像在哪里见过。云逸，你干嘛呢？没干嘛。哦，我想起来了，闺女，你认识？他就是勾引我未婚夫的小三。好你个不要脸的！原来你就是勾引我女婿的那个小三儿！你个不要脸的东西！哼，
刚开始穿个便宜破烂货，我还没认出来你，哼，没想到我找了你这么久，居然在这儿遇见你，真是老天有眼。你胡说什么？我根本就不认识你未婚夫。装，接着装。我看是你勾引的男人太多，记不清谁是谁了吧？我没有。你个不要脸的，你这个勾引我女婿的小三儿，你看我不打死你！别打了，人家都说了不认识你未婚夫，你们是不是误会了？就是平白无故污蔑别人是小三，太过分了吧也！你们都给我闭嘴！我亲眼看到的还能有假？我的眼睛就是证据。我劝你们不要多管闲事。我今天就让他知道，勾引我未婚夫是什么下场。哼，你到处勾引男人，靠的就是这张脸吧？妈，把我绣眉刀拿来。哼，我今天就划花了你这张狐妹子脸，看你还敢勾引男人！住手！你又算个什么东西啊？这位可是海城出租有限公司董事长，郑总就是这2位把车先停的。不仅如此，他还抢了我要送去医院救命的药，还当众侮辱我，要毁我的容貌，大家都可以作证。对，我们都看见了，简直太无法无天了。2位，跟我走一趟吧。跟你走？哼。喂，要不你先接个电话？哼，是，明白。哎，好的，再见啊！哎，孙小姐，是我有眼不识泰山，刚刚多有得罪，请您见谅啊。不久后我要举办婚礼，不想节外生枝。关于我的身份，什么该说，什么不该说。你很清楚吧？哎，这个明白。孙小姐，您有什么事儿，尽管吩咐啊。太是这样的人。哼，你刚刚不是说我抢了你的药吗？哼，那又怎样？我现在就是要当众把这个药毁掉，看他们敢拦我吗？不要！看他们敢拦我吗？不要！你刚刚答应过我的，我也给你跪了，也磕头了。哼。做人不能不讲信用。哼，信用？我跟你一个勾引别人未婚夫的下贱小三，讲什么信用？哼！啊，喂，医生，是孙小姐吗？你们的特效药送到哪了？手术时间快到了，霍总那边也联系不上。药已经在送来的路上了，医生，你放心，绝对不会耽误用药。那就好，这药极其珍贵，你父亲的手术肯定没问题。真的吗？太好了，谢谢您，医生。你放心，药待会儿我们一定送到。啊，妈有救了！医生说只要有云云姐姐送来的药，爸就能活下来了。哎呦，真的是老天有眼呀！等你爸好了，等你嫁进霍家，我们的好日子就来了。把药还给我！贱人，你还敢抢！你这个疯子，又毁了一条命，一条活生生的人命！啊！你敢打我？哼，人命又怎么了？又不是我爸的命！放肆！孙小姐你都敢打，你活腻了吗？孙小姐，您这么身份尊贵的人，别跟这种不知死活的人见识。有什么事交给我，我帮您出这口气。我们叫你来是主持公道，而不是助纣为虐。是啊，老板，你不能看着老百姓受欺负不管呢。你闭嘴！哎，郑老板他说的对，这事儿你得管。这个小三不仅勾引我未婚夫，还摔碎我送给未来大姑子的100万礼镯，人证物证俱在，你说是不是该管？是，孙小姐，他刚刚是怎么对待您的，我现在就让他10倍、100倍的还回来。还有你们，刚才对我和我妈出言不逊的，都别想逃过。凭什么？你还讲不讲道理了？就是，我就不信这天下没有王法了。孙小姐，这事儿
我一定给你办得妥妥当当。还愣着干嘛？听孙小姐的吩咐，把她给我带走。不要，放开我！像你这样是非不分、颠倒黑白的人，有你这样的人渣在海城，难怪会玷污海城的风气。哼，孙小姐，您看这事儿办得可好？您放心，只要有我在，绝对不会再让这种人再得罪您啊。还行吧。他到底是谁，可以凌驾于法律之上？像他这样是非不分，都没有人敢管吗？哼，你只需要知道，孙小姐是你和我都得罪不起的人。孙小姐她家那位，只要动动手指，就能让你在海城待不下去。所以，我劝你还是识相点，别自找苦吃。听见没？哼，现在知道我女儿的厉害吧？一群不知死活的东西！哼，赶紧滚！现在知道得罪我的下场了吧？凭你这低贱的身份，也敢跟我抢未婚夫？下辈子吧！我告诉你，总有一天，你会为你的所作所为付出代价。等一下，我自己可以走，你们能不能放开我？我的手有旧伤。等等，既然你赔不起手镯，那么赔我一只手也行。把他给我按紧！等一下，我告诉你，你要是敢伤我的手，我弟弟不会放过你的。你弟弟？莫非你的手跟他有什么关系啊？我的手受伤，就是为了救我弟弟。他之前就已经发过誓，没有人再可以伤害我的手。这话云影好像也说过，难道他真的是？不可能！这小三定是从云影那里听说了这事，故意拿话炸我。哼！少拿你弟吓唬我！我今天还非要废了你这只手，我倒要看看你那个宝贝弟弟能拿我怎么样！给我按住他！你受伤的位置是这里呢？是这里？该不会是在这里吧？原来是在这儿呀！唯一是姐姐的声音。唯一，你给我打电话有什么事吗？娜娜，我刚刚好像听到我姐的声音了，你们在一起吗？难道她真的是云逸的姐姐？不，绝对不可能！霍董事长怎么会是这副鬼样子？没有啊，姐姐我还没见到她呢，你听错了吧？可能是我太着急了，姐姐的电话一直打不通，我有点担心。你现在在哪儿？我在。不行，不能让她知道我不停出租车的事，不然肯定会觉得我惹是生非。我现在在去医院的路上呢，路上堵车，急死我了。好吧，没事了，你路上小心啊。你赶紧忙完工作再过来吧，没关系的，等姐姐到了，我会替你好好照顾她的，你放心吧。你个小三，还敢向我未婚夫求救，没门！哼！本来我还想放过你，但现在我改变主意了。对于你这种处心积虑勾引别人未婚夫的小三，就不能心慈手软。我告诉你，你要是敢伤我的手，这代价你承受不起。代价？我今天还偏要看看你承受不起的代价是什么样的。你们适可而止吧，非要闹出人命不可吗？滚开！再敢拦我，信不信我连你一起打？哼！住手！住手！知不知道你们的行为已经造成了严重拥堵？要是耽误我找人，后果你们承担得起吗？赶紧把车挪开！住手！孙小姐，使不得呀！您这一下子下去，这可是要出人命的。哎，闺女，冷静点儿。今天是你爸动手术的日子，不能见血，不吉利。
今天算你走运，我还要急着去医院见我未来大姑子，马上就要结婚了，确实不应该把时间浪费在你这种底层人身上。妈，走。我真是同情你未来的夫家，竟然会娶你这样一个脾性卑劣、嚣张跋扈的女人进家门，真是家门不幸。你这个贱人，还敢咒我！我让你嘴贱！啊！这，呼吸很微弱，必须马上送医院。还敢装死？给我起来！人都这样了，你还想怎样？非要闹出人命不可吗？你这是故意伤人，我们都是证人。你们知道我是谁吗？给我让开！管你是谁，有钱有势就可以无法无天吗？虽然我们都是普通人，但这件事我们管定了，我就不相信这世界上就没有说理的地方了。让开！都给我让开！让开！喂，孙小姐，手术马上开始了，你们家属怎么还没到？马上到！我警告你们，等我忙完我爸手术的事，我再慢慢跟你们算账。妈，咱们走。走。医生，人命关天的事儿，你们怎么现在才到啊？路上有事耽搁了。医生，药送来了吗？没有，霍总那边也联系不上。手术马上就要开始了，但是术后若没有特效药的辅助，你父亲的存活几率只有1成。他们一定是路上有事耽搁了。医生，药一定会送到，你放心，你先手术。好吧。药呢？云逸不是说叫姐姐送药来了吗？没事啊，妈，没事。我没骗你们，这个药全球仅此一例，价值数亿。云逸岳父现在正处于手术的关键时期，等着这个药救命，一定会后悔的。妈，那个长妹说的可能都是真的。她真的是云逸的姐姐，那药已经被我们毁了。那你爸，闺女，万一这真的是……不会的，妈啊，你别担心，咱们就别自己吓自己啊！我现在就打电话给云逸问问。啊，好。定位到医院了，姐姐应该没事了，或许只是手机没电了，才没接到我电话。喂，娜娜。喂，云逸，你姐姐到哪了呀？医生刚刚问我们的药送到了没有？姐姐应该到医院了，你告诉医生，药马上就到，我也马上赶过去。好，那我们在医院等你们。看吧，妈，我没说错吧？咱们是自己吓自己。那个低贱的场妹怎么可能是霍如烟？姐姐现在正在给咱们送药过来呢。哎呦，吓死我了！吓死我了！云逸，这里。我姐呢？还没到吗？我们一直在这等着，没看见姐姐呀。小心点儿，你的手臂伤得太严重了，幸好送医及时，不然的话就要彻底坏死了。虽然经过治疗之后，从表面上看是没有问题的，但实际上你还是会使不上力，所以你不能提一点重物。那这跟废了有什么区别？你别多想，好好休息。
姐，你在哪儿？小易，对不起，药在我来医院的路上出了点意外，被我毁了。伯父他怎么样了？今天凌晨走了。对不起啊，小易，都是我不好。姐，不怪你，我知道你尽力了。我看到你定位在医院，你是不是受伤了？没事，一点小伤，不要紧。你在哪个病房？我马上过来。老孙呐，你怎么就这么走了？你不是说要亲眼看着女儿出嫁，要跟我一起享清福的吗？你就这么走了，剩我一个人，你让我怎么活呀？妈，你还有我。娜娜，伯母，请节哀。我刚得知我姐在送药来的路上出了意外，这才没能把药送来。对不起，你们别怪她。没关系，云逸，你别这么说，这怎么能怪姐姐呢？她千辛万苦从国外把药送过来，这份情谊我们感激还来不及。娜娜说的就是我想说的，谁也不想发生这种意外。可能老孙他命里有这一劫吧。要不是出了这场意外，我相信姐姐她一定拼全力会把药送过来的。娜娜，你总是这么善解人意。哦，对了，我姐受了点伤，也在这家医院休养，我想带你们一起去看看她，可以吗？应该的。姐姐对你，对我们这个家付出这么多，于情于理都应该去看看她，当面感谢她的。等处理完伯父的后事，我想把婚事提前。我想早点给你一个家，以后就由我来照顾你和伯母。好，我都听你的。就是这儿了。云逸，我还是有点紧张。你说姐姐会不会不喜欢我啊？别紧张，娜娜，你这么单纯善良，姐姐一定会喜欢你的。哎，姐呢？霍小姐，你的手臂需要再做一次详细的检查，请跟我来。来，小心。哎，姐，你去哪儿了？小易，医生在给我检查神经损伤的情况，暂时没那么快结束，你先去忙吧，不用等我。哦，那姐你好好检查，我帮娜娜处理一下伯父的后事，结束之后再过来找你。好。走吧。谁能想到这药半路上会出意外？要是让我知道哪个天杀的毁了药，害得你爸丢了命，我非弄死他不可。妈，别难过了，现在说这些已经来不及了。我在云逸心里愧疚，为了补偿我们，把婚礼提前了。只要我能顺利嫁进霍家，咱们就能过上好日子了。话是这么说，但是我咽不下这口气呀！我知道，可是眼下有件更要紧的事儿。我之前精心准备的见面礼被那个贱人给毁了，再让我见到他，我绝饶不了他。哎，对了，你问女婿小三的事了没有？你打算怎么办？妈，我还没结婚，怎么可能跟云逸闹起来？现在当务之急就是得赶紧再准备一份拿得出手的见面礼，要把他姐姐哄高兴才行。对，走吧。云逸！
云逸，那是谁啊？啊，是我姐姐，她不喜欢在医院，所以决定回家休养。对了，姐姐说后天一定来参加咱们的婚礼。真的吗？太好了，那我明天就跟妈妈重新去备一份见面礼送给姐姐。你这么精心准备，姐姐一定会喜欢的。姐，你现在感觉怎么样？感觉好多了，就是手臂的神经受了点损伤，恢复需要点时间。到底是谁干的？要是让我知道，我一定不会放过他的。到底是谁干的？要是让我知道，我一定不会放过他。我去医院送药的路上，遇到了一对母女。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的。这对母女简直欺人太甚，我一定会调查清楚，让他们付出惨痛的代价。小易，这件事情我自己处理就行。但是小易，你一定要记住，像这样心肠狠毒、嚣张跋扈的女人，一定不能娶回家，否则后患无穷。姐，你多虑了。娜娜单纯善良，跟你想的完全不一样。等你见了她，你就知道了。到时候啊，你们一定会相处得很好的。我经常听你说这个女孩子这么好，我都迫不及待的想看看我这个弟媳长什么样了。你有跟她合照吗？有啊，姐，娜娜真的很优秀，你看了照片一定会喜欢她的。少爷，您订的礼物送到了。姐，这是我在拍卖会上特意为你拍下的，你看看喜不喜欢？这一套不便宜吧？这些年也为我霍氏付出了这么多，一套珠宝而已，根本不算什么。这也是我对你的补偿。那天要是我跟你一起去医院的话，你就不会受伤了。我已经派人去查了，一定会找到伤害你的人，让他们付出代价。我们小姨长大了，学会保护姐姐了。好，我一定带着这一套去参加你的婚礼。姐，谢谢你。小姨，等婚礼那天，我就把名下所有的霍氏股份都转给你，当做你的新婚礼物。对了，还得给弟媳补一份像样的见面礼。请把这条项链拿出来看看。小姐好眼光，一眼就看中了本店的镇店之宝。这项链我不要了。又是你！这条项链可是本店限量珍藏款，价值5000万。一个低贱的场妹，要不是你抓着不放，项链怎么会说话？我女儿说的没错，我亲眼看见就是你扯断的。你们倒打一耙的本事，还真是从来都没有让人失望过。等等，以你这低贱的身份，怎么到这里来的？我早该想到，要不是你靠着归隐我未婚夫，怎么有条件到这里来？还敢一次次跟我作对，抢我开上的东西？监控记录的很清楚，调监控就知道到底是谁在抢。调什么监控？像你这种勾引别人男人的小三，也配在这里指手画脚？今天非要把你这张狐妹子脸给毁掉！住手！老张是我一手提拔的保安队长，从我接管霍氏开始，就在我手底下做事。等他过来，你就会知道你究竟犯了多大的错误。表姐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就他跟我抢项链啊！别说话了。你是谁？之前的保安队长。之前那个老东西惹到表姐了，我找人打他，让他滚出海城。你竟敢！老张在霍氏10年，兢兢业业，你们就这样欺负老员工？你知道下场吗？一个臭保安，我打了就是打了。我可是霍氏未来的少夫人，等我嫁进霍家，霍氏集团里是我说了算，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，还用得着考虑后果吗？就你这样的人渣，你也想嫁进霍家？做梦！还不快好好教训这个贱人！我要把他的嘴撕烂！没听见我表姐说话吗？上！不看谁敢！我是霍氏集团的董事长霍如烟。我麻烦你骗人也达到草稿。霍总，怎么会是你这副棋专业的？你不信？哼，
那我现在就给伤扰经营。您好，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。该说不说你戏演的挺全，打坏珠宝就算了，还满口谎话。我今天就好好收拾你。我再说一次，项链是他抢夺的过程中弄坏的，要赔就找他赔。你说的谁信？行，我要求调监控。不巧，监控坏了，正在维修。监控明明就……你闭嘴！这里哪有你说话的份儿？你要是赔不起的话，那我只能报警。听见了吗？要么赔钱，要么坐牢。哼，5000万，你这辈子都挣不到这么多吧？你现在跪下求求我，说不定我还能帮你求情。谁说我赔不起？你赔？整个海城能一下子拿出这么多钱的，只有霍家。你以为你是谁？这是至尊黑卡。据说只有霍氏集团真正的掌权人才能拥有的至尊黑卡。没错，我就是霍氏集团的董事长霍如燕。笑死我了！你拿着一张假道具卡，还敢在这儿招摇撞骗？你看清楚，这才是霍家真正的至尊卡，元义亲自给我的。元义？难道他？小三就是小三，我女婿怎么可能会给你至尊卡？不要脸的东西！我呸！就是，我表姐可是霍总的心头尖，马上就要嫁入霍家当少奶奶了。你又算个什么东西？姐，娜娜呀，她单纯善良，跟那些为了钱接近我的女孩不一样。等你见到她就知道了。你就是孙琳娜，霍云逸要娶的那个孙琳娜。你就是孙琳娜，霍云逸要娶的那个孙琳娜。现在知道怕了，晚了。原来她就是小姨口中那个单纯善良、善解人意的未婚妻。就你这样品行卑劣的人，别想进我霍家的大门。你以为你是谁？一个小三还真把自己当回事儿了。我告诉你，云逸家不知道多喜欢我。云逸的姐姐还特地从国外带回来特效药救我爸的命呢。看你这样，怕是不知道他姐姐在家里面的地位是多重要吧？只要他一句话，信不信你这种人就能在海城混不下去？是吗？巧了，我也有一句话，至婚一起不。你这个贱人，还敢在婚礼前诅咒我！你是不想活了吗？还不把他给我抓住！我看谁敢！我看谁敢！我今天来这儿，本来是想给你挑选一份见面礼，可是没想到，我的准弟媳居然是这样一个仗势欺人、嚣张跋扈的东西。那我现在正式的通知你，作为霍云逸的亲姐姐，我宣布这门婚事取消。还有你们一个个助纣为虐，颠倒黑白，我宣布你们被开除了，并且从现在起全行业封杀你们。你们别被他唬住了，我第一次见他就穿着便宜破烂货冒充霍董事长，你们有谁见过这么穷酸的董事长啊？差点又被他骗了。
他一而再、再而三的冒充我未来大姑子。赵平，给我好好教训这个贱人。好嘞。啊。哼。住手！霍董事长，抱歉我来晚了，你没事吧？霍董事长，你再说一遍，他到底是谁？这位就是霍总的亲姐姐，霍如烟，霍董事长。不可能，这不可能！你真的是云逸的亲姐姐？我早就告诉过你我的真实身份，是你自己不信，还变本加厉。我告诉你，作为霍云逸的姐姐，我不可能让你嫁进霍家。桂圆，这可怎么办呢？不会的，我不相信！你怎么可能是云逸的姐姐？事到如今，由不得你不信。你放屁！你就是为了攀高枝冒充霍董事长，你以为这样做就能破坏我们的感情了？告诉你，门都没有！事到如今，你还在自欺欺人。谁知道你们是不是一伙的？你是个什么东西？你说他是霍董，他就是霍董了。哼！星河国际商场为霍氏全资产业法人代表，正是霍如烟霍董事长，我就由他提拔，在此任职7年。孙琳娜，你仗着霍总对你的偏爱，竟敢对霍董事长不敬，甚至动手，真是不知死活！你说你是总经理，我怎么从来没见过你？你们有谁见到过他吗？我们是新来的，没见过。哼，我看你是他花钱雇来的吧？不对，哼，凭你这种勾引男人的本事，说不定是他的相好之一呢。哼，别以为你找个人假扮总经理，叫你一声霍董事长，你就能糊弄。你们说，对于这么一个满嘴谎话的贱人，怎么教训他好呢？把他打到开口不能说谎话为止。这个主意不错，赵平，给我狠狠地抽他巴掌，抽到我满意为止。好嘞。嘿，我看你敢！你算个什么东西？滚一边去！你。喂，云逸，娜娜，你现在在哪儿啊？我在珠宝店给姐姐挑选纪念礼呢。有挑到满意的吗？别提了，好不容易挑中一条项链，觉得挺适合姐姐的，有个人非要跟我抢，还把项链扯断了。好大胆子，竟敢在我的商场里闹事！要不要我过来处理啊？不用了，我给他点教训就行了，没多大的事儿。哦，对了，你打电话是为了什么事呀？我就是想提醒你，别忘了今天去试婚纱啊。放心吧，我这边结束就过去。行吧。我还赶着去试婚纱呢，没空跟你耗。以后见到我最好绕道走，否则我见你一次打你一次。啊！霍董事长，您没事吧？没事，孙琳娜，我会让你的所作所为付出代价。去把孙琳娜的个人资料查一份给我，包括她的社会关系、经济往来、情感经历，还有她和云逸相识的全过程。我倒要看看她到底用了什么手段，把我弟弟迷得神魂颠倒。是。
小易，姐姐绝对不会让你被这样的女人毁掉的。霍总查到了。好，你把资料留好。还有，孙琳娜父亲去世当天，去医院路上的那段监控，你也一并收好。婚礼当天一起带。姐，你脸怎么了？谁打的？是。明天就是小易的婚礼了，他现在正沉浸在幸福的喜悦里，哪怕我现在说出实情，他恐怕也不会相信。我必须当众拆穿孙琳娜，让小易亲眼看见她的真面目。姐，你快说呀！伤害你，不管是谁，我都要让他付出代价。没事，小易，姐姐自己可以处理好。对了，你的未婚妻孙琳娜，今天试完婚纱就回家了呀。按照习俗，结婚前一天，新郎新娘是不能见面的。对了，今天他还去给你准备了一份见面礼呢。他可真是一个温柔体贴、处事周到的好弟媳。可不是嘛！剖腹手术那天，他听说你在路上出了意外，比谁都着急。不过姐，你的脸伤成这样，明天还能参加婚礼吗？要不要把婚礼推迟啊？没事，我刚刚已经冰敷过了。对了，你去告诉孙琳娜，让她好好准备婚礼。我给她准备了一份大礼。姐，那我先去给娜娜打电话，你早点休息。孙琳娜，你不是一心想嫁进霍家吗？有我在，你这婚就结不了。姐，你戴这条珠宝一点都不像我姐，反倒像我妹。我的眼光果然很好。就你嘴贫。走吧。好。喂，要你们有什么用？等着，我马上过去。姐，公司有点急事，我得赶过去一趟。行，你先去忙吧。你们两个把我姐送过去，保护好她。她要是再受一点伤害，我饶不了你们。是。表姐，我刚听说霍总的姐姐已经进场了。真的？那我得赶紧过去给她留个好印象。妈，带上我准备好的礼物。你就是云逸的姐姐吧？很高兴见到您。今天来的人非富即贵，不知道哪个是。你这孩子也不知道问人家要张照片。这云逸今天可是你们的婚礼，到现在还不出现。妈，你又不是不知道云逸工作有多忙。再说了，我最近忙着准备婚礼，问问。我跟你说啊，等一下见到云逸她姐，你可以告诉她那个贱人冒充她的事儿。咱们做了好事啊，得让他们知道。放心吧，妈，我心里早有分寸。云逸自小是他姐姐拉扯大的，只要讨好了他姐姐，我进霍家门那就是板上钉钉的事。我相信他会喜欢我的。我闺女这么漂亮，谁会不喜欢呢？对，我前2天看新闻，表姐夫在拍卖会上拍卖了一套珠宝，价值2000万呢。那会不会是表姐夫送给你的新婚礼物？应该是吧，他可能是想在婚礼当天给我个惊喜。哎，闺女啊，等你嫁进霍家，让云逸也给我买一套。还有我，表姐，你嫁入豪门，可不能忘了我呀。少不了你的妈。过了今天，您就是云逸的丈母娘了，说不定她早就给您准备好了。是，云逸这孩子孝顺。你知道霍总姐姐在哪儿吗？那位被保镖保护着的就是霍总的姐姐。在那儿呢。走。
您就是云逸的姐姐吧？很高兴见到您。是的，我是云逸的未婚妻孙琳娜，你也可以叫我娜娜。没想到之前肆意欺辱我的人，竟是我的未来弟媳。那位就是霍氏集团的掌权人。这位霍总可不一般，父母去世的早。那位就是霍氏集团的掌权人。这位霍总可不一般，父母去世的早，年纪轻轻，不仅要照顾弟弟，还要掌管整个霍氏家族。但是他短短几年的时间，就将霍氏做到海城第一集团，产业涉及吃穿住行各种行业，掌管着海城经济命脉。孙小姐可真有福气，这嫁给了霍总，不仅享不尽的荣华富贵，而且还没有婆媳矛盾。姐姐，这是我精心为您挑选的手镯，希望你喜欢。手镯。你不喜欢手镯的话也没关系，我也可以给你挑别的。不必了，你送什么我都不会喜欢。姐姐，您是不是对我有什么误会啊？还是我哪里做的不好，惹您生气了？没什么误会，我是不会让你嫁给我弟弟的。我之前就听村里人说过，有些姐姐就喜欢把弟弟的女朋友当情敌。云逸他姐，你也是受过高等教育的，不会和那些乡野村妇一样没教养吧？妈，你别乱说。姐姐，你要是对我有什么不满，可以直接告诉我。我不想以后云逸夹在我们中间很难做，还要调和我们的关系。我跟你没什么关系，孙琳娜，我是不会让你成为我的弟媳。为什么？你说为什么？怎么是你？我是不会让你成为我的弟媳。为什么？你说为什么？怎么是你？你干嘛穿成这样？你到底是谁？我是谁？你们不是都已经知道了吗？怎么了？刚才还一口一个亲热的叫着姐姐，现在又不认识了？不可能，这不可能！孙琳娜，作为霍云逸的姐姐，我是不可能同意你嫁入霍家的。她不会真是云逸她姐吧？闺女，怎么办呢？不会的，她怎么可能是云逸的姐姐？我知道了，你是因为那天的事情，想混进我的婚礼，故意破坏我的婚礼。你还真是冥顽不灵！你给我闭嘴！你这个不要脸的小三儿！你以为你破坏我的婚礼，我就能上位了？表姐，这女人都闹到你婚礼上了，这次可不能再放过她。你们都听好了，这个女人不是霍总，她就是个不要脸的小三，靠着勾引男人下作的手段混进我的婚礼。那她身上佩戴的天价珠宝该怎么解释啊？她这个珠宝本来是我的丈夫给我的新婚礼物，不知道他这个贱人使了什么愚昧手段从他那里骗来的。他这个珠宝本来是我的丈夫给我的新婚礼物，不知道他这个贱人使了什么愚昧手段从他那里骗来的。你竟然敢打我！颠倒黑白，该打！目无尊者，该打！我是霍家名正言顺的未婚妻，你一个靠龌龊手段混进来的人，算个什么东西？我可是霍云逸的姐姐，长姐如你，只要我不同意，你就别想嫁进霍家。还在这装，带着偷来的珠宝，还真以为能从野鸡变成蜂王了？这珠宝明明是云逸买给我家女儿的新婚礼物，还不快摘下来还给她！我要是不摘呢？不摘，那我就亲手摘下。还
快摘下来还给他！我要是不摘呢？不摘，那我就亲手摘下。放开我！我可是云逸的未婚妻，霍家未来的女主人。不知死活！我看不知死活的是你。等我女婿来了，有你好看！你是霍家的保镖，为什么不听我的命令，去帮这个贱人？快帮忙！你们就这样看着霍总夫人被欺负，还想不想在海州混了？你们怕他干什么？他就是靠申请上位的小三，这2个保镖是他用下作手段收来的姘头。没错，这个小贱人就是靠勾搭男人给他卖命。什么出租车司机呀，什么老保安呐，全是他的老相好，脏得很。你们2个也是不挑啊，这么肮脏的女人也下得去口，不嫌恶心吗？啊！你们2个也是不挑啊，这么肮脏的女人也下得去口，不嫌恶心吗？啊！竟然敢一而再再而三的打我！打的就是你，满口污言秽语，脏了我的耳朵。闺女，跟他废什么话？给女婿打电话，等女婿来了，看他还能嚣张到几时？对，我要告诉我老公，他一定会让你付出代价的。老公，孙琳娜还做着嫁入豪门的梦。你，肯定是我老公打来的。喂，叶。喂，叶。叶，你到哪儿了呀？叶，你到哪儿了呀？我还在公司处理一些事情，怎么了？有个人在我们婚礼上闹事，他还动手打我。什么人？敢在我霍云逸的婚礼上闹事？不过是一个无足轻重的乡下丫头罢了。我就是怕，万一她闹起来，冲撞了姐姐可怎么办呀？安娜，你别怕，我马上让酒店安保赶去宴会厅，保护你和姐姐。嗯，好。云逸，我姐，安娜，你别怕，我马上让酒店安保赶去宴会厅，保护你和姐姐。嗯，好。云逸，你算个什么东西，还敢跟我老公说话？你们这2个保镖，我现在宣布你霍家解雇了，赶紧滚！还没踏入霍家的门呢，你有什么资格解雇他们呢？我没资格，难道你有？大家刚刚都在电话里听到你说的话了吧？我现在是板上钉钉的总裁夫人。夫人好。你们来的正好，把这2个保镖给我摁住，我今天要好好跟这个贱人算账。刚刚好像听到姐姐的声音了。霍总查到了，根据道路监控和目击者描述，基本锁定了那天欺负董事长的人。这是监控视频。后面内容呢？那天的监控有问题，视频受损严重，技术部门已经尽力修复，目前只能看到这些。继续给我查，就算去第3池也要把这个人找到。
谁敢伤害我姐，要他的命！是，马上去查。等等，啊，把剩下的信息文件都给我，都在这里了。千万得赶紧去婚礼现场，姐姐那边可能出事了。总裁夫人好，你们来的正好，把这2个保镖给我摁住！我今天要好好跟这个贱人算账。我劝你适可而止，别搞得自己下不了台面。我会下不来台？你瞎了吗？没看见云逸派人保护我？不管我今天做什么，云逸一定会护着我，给我兜底。还愣着干什么？上啊！不管我今天做什么，云逸一定会护着我，给我兜底。还愣着干什么？上啊！要是真动起手来，场面必定失控，还会伤及无辜。住手！你们先下手。是。哟，真是心疼自己的老相好。怎么，怕他们受伤？待会儿云逸来了，害怕的只会是你。这小贱，嘴还硬着。闺女，你颜色瞧瞧。是啊，表姐，必须给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女人一点颜色瞧瞧，否则啊，不管什么阿猫阿狗，都敢骑到你头上。当然，首先把我老公的东西还回来。你要干什么？当然，首先把我老公的东西还回来。你要干什么？你竟然还敢伤我！居然敢动我的东西，动一次我就打你一次。你的东西，这珠宝是我老公给我的新婚礼物，你拿回来天经地义。就是，这明明是我女婿买给我女儿的，你这个不要脸的小三！看样子，你到现在都没有意识到自己的错误。我意识到了，错就错在那天没有把你彻底弄死，错在让你今天有机会站在这里，带我的东西抢我的风头，新仇旧恨一起算。今天死定了，给我把他按住！上！放开！放开我！快，去婚礼现场。霍总，安保已经赶过去了，孙小姐和霍董应该不会有事，您是不是太紧张了？不知道为什么，总觉得有些像。快，去婚礼现场。霍总，安保已经赶过去了，孙小姐和霍董应该不会有事，您是不是太紧张了？不知道为什么，总觉得有些不安。不告诉你，霍云已经在来的路上了。要是敢动我，待会你会后悔的。到临头还在顶嘴。是啊，表姐，刚才有保镖在你身后，不是很狂吗？现在落在你手里，必须狠狠教训。当然，我要把他这张狐媚之脸画烂。霍云已经在来的路上了，要是敢动我，他一定不会放过你的。第一巴掌打的是你，到现在为止还敢拿云逸来压我。这一巴掌打的是你，明知道云逸有未婚妻，还敢知三当三，不要脸的贱货。这巴掌打的是你，仗着云逸处处跟我作对，这死活的东西。还敢知三当三，不要脸的贱货！这巴掌打的是你，仗着云逸处处跟我作对，这死活的东西！打得我手都酸了。闺女，放着我来对付这种破坏别人家庭的小三，我最有经验了。哼，敢欺负我女儿，看我打死你！重点招呼他这张脸，我要他再也不能靠这张狐妹子脸去勾引男人。你们所有人都给我看好了，这就是勾引我男人的下场。
孙琳娜，你现在有多得意，待会儿你就有多绝望。孙琳娜，你现在有多得意，待会儿你就有多绝望。哼，一个小三还敢抢原配的东西，你配不配？这么喜欢勾引男人，哼！要不我今天做做善事，帮你好好洗一洗。表姐，让我来，这种小三儿，脏了你婚纱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哟，你刚才不是很狂吗？现在怎么不狂了？孙琳娜，你就死心吧，霍云逸是绝对不会娶你这种心肠歹毒的女人，这婚你结不了。不知死活的东西！霍总到。啊！啊！霍总来了！啊，霍总，还不快把他拖下去！云逸，娜娜，你脸怎么了？表姐夫，你怎么才来啊？表姐刚才一直在被人欺负。对不起啊，公司刚才有太多紧急业务，我要签字，所以我才来迟了。你放心，要是谁敢欺负你，我一定帮你讨回来。我怕你下不去手。云逸呀，你跟我们娜娜结婚之后呢，那我们可就是一家人。我跟他爸呀，把娜娜拉扯大不容易，你可不能亏待她，要好好对她哦。是啊，表姐夫，表姐一心一意对你，你可不能辜负她。再说了，那些外面不三不四的女人，哪有表姐好？什么不三不四的女人？云逸，我知道你只是犯了全天下男人都会犯的错，过去的事情已经过去了，我已经不纠结了。可是从今天起，我们就是真正的夫妻了，你可不能再跟他来往了。你在说什么？我怎么听不明白？我姐呢？姐姐还没到呢。没到？我亲自送她上了车，怎么可能没到？我怎么知道？是不是刚才抓小三的时候，表姐看到了，生气了，先走了？什么小三？我怎么知道？是不是刚才抓小三的时候，表姐看到了，生气了，先走了？什么小三？我的小三了？云逸呀，娜娜为了你们的婚礼可是筹备了很久，你出轨这个事儿吧，她也不在意，那这个事儿就过去了。出轨？这怎么可能啊！我要是敢出轨，我姐第一个惹祸。云逸，我都说我不追究了，可你怎么就是不愿意承认呢？无中生有出来一个小三，现在就让我承认，我打算要不要紧？哎，云逸，这婚礼马上要开始了，宾客也都到齐了，这婚肯定得结。娜娜也就是因为太在乎你了，所以着急了些。先把婚结了，狐狸精的事以后再说，不要因为一个小三儿把婚礼搅黄了。可是大家都看见了。先把婚结了，狐狸精的事以后再说，不要因为一个小三儿把婚礼搅黄了。可是大家都看见了。那小三儿一进来就耀武扬威的，嚣张的不得了。不信你问他们。是啊，霍总，我们都看见了，孙小姐脸上的伤就是他打的。是啊，他还说等你来了，一定会替他教训孙小姐呢。云逸，那个小三，他来我们的婚礼，他是为了破坏我们的婚礼。他还说你不会娶我，我们不会结婚。你们都说我出轨了，有证据吗？证据，我有。等你结婚的时候，我一定带着这一套去参加你的婚礼。
等你结婚的时候，我一定带着这一套去参加你的婚礼。这东西哪来的？当然是从那个小三身上扒下来的。他人现在在哪儿？这明明是你送给我的新婚礼物，却被他给抢了去。云逸，你现在知道他有多可恶了吧？再问一遍，他人在哪儿？云逸，我知道你很生气，想帮我教训他，不过我已经教训过他了。他人在哪儿？有鬼！姐，她真是云逸他姐？真是没想到，这怎么可能？真的是霍总他姐啊！我的天哪！她真是云逸他姐？真是没想到，这怎么可能？真的是霍总他姐啊！我的天哪！姐，小野，你终于来了。她真的是云逸的姐姐，我的大姑子。回小医生。谁干的？我是说，是谁动手打了我姐？谁？是你们？是你们？不是我。云逸，孙琳娜，你敢不敢告诉小姨，你刚刚对我做了什么？说，我姐做了什么？你不敢说，那我来说。说，我姐做了什么？你不敢说，那我来说。你从一进入宴会厅起，就颐指气使，先是污蔑我出卖了身体，收买了宝药，又说我是小姨的小三，最后又跟你的妈妈还有你的弟弟一起欺辱我、打骂我。孙琳娜就是这么欺负我姐的？不是这样的，不是这样的，云逸，我不知道她是你姐姐。我早就告诉过你我是谁，你不相信我是云逸的姐姐，不相信我是霍氏的董事长，还记不记得你对我做过什么？记不记得你从我这儿抢走了什么？你放屁！你还记不记得你对我做过什么？记不记得你从我这儿抢走了什么？你放屁！那要是……你终于想起来了，全球唯一的一个特效药，是你亲手从我这里抢走的。就你爸的药！孙琳娜，是你亲手毁了救你父亲的救命药，是你亲手害死了你的父亲。我早就跟你说过，你会后悔的。现在，你们终于尝到了后悔的滋味。我早就跟你说过，你会后悔的。现在，你们终于尝到了后悔的滋味。可惜，这世界上没有后悔药。误会，姐姐，这都是误会。误会什么？我早就跟你说过，小姨是我的弟弟，可你非但不信，你还污蔑我，说我是他的小三。不是这样的，我不是故意的，我只是……够了，孙琳娜！像你这样心肠歹毒、亲手害死自己亲生父亲的人，不配进我霍家。你和云逸的婚礼就此取消。不行，凭什么取消？我和小姨的婚事不能取消。这个小姨，姐，你是说
伤害你的就是他们。没错。文林，霍总，这是董事长让我调查关于孙小姐的资料。姐，你是说之前伤害你的就是他们？没错。文林，霍总，这是董事长让我调查关于孙小姐的资料，以及她欺辱霍总的监控视频，给大家好好看看。是想到这么过分，原因你听我解释啊！孙琳娜，你在我面前装的那么单纯、善良、善解，结果就是这么伤害我姐的。原因不是这样的，不止一次跟你说过，我姐对我有多重要，没有她就没有今天的我，你还敢这么欺负她？我不知道她是你。我不止一次跟你说过，我姐对我有多重要，没有她就没有今天的我，你还敢这么欺负她？我不知道她是你姐，我要是知道的话，我肯定不会欺负她的。知道我的真实身份，你就不敢欺辱？那那些没有背景的人，就活该被你打骂、被你欺辱吗？孙琳娜，你这个人从根上就是坏人。我早就说过，你这种心肠歹毒的人，不配进我霍家。姐姐，我知道错了，求求你原谅我吧。别碰我！你不是知道错了，你是知道怕了。像你这样的人，根本没有资格成为我的弟媳。姐姐，我真的不想跟云逸分开，求求你原谅我吧。别你的脏手碰我姐，她费尽心思从国外带回来救你爸的药，结果你却耀武扬威，险些要了她的命。别你的脏手碰我姐，她费尽心思从国外带回来救你爸的药，结果你却耀武扬威，险些要了她的命。现在你还有脸求她原谅？云逸她姐，我们真的不是有意的，娜娜也是因为太爱你了才做了这些事儿。你看，现在的婚礼，没听我姐说吗？婚礼取消。你还有你，今天要为欺负我姐付出代价。闺女，怎么办呢？是我妈怂恿我的，这一切都是她让我做的，都是你的错。要不是你逼停出租车司机，我也不会遇到云逸的姐姐，不会出言羞辱她，这一切就不会发生，全都是你的错，都是你的错。要不是你逼停出租车司机，我也不会遇到云逸的姐姐，不会出言羞辱她，这一切就不会发生，全都是你的错。孙琳娜，我是你爸，你竟然用这样的话说我！云逸，我们相爱5年，你最清楚我是什么样的人，对不对？要不是我妈天天在我耳边怂恿我，我也不会做那些恶毒的事儿。我现在就跟他断绝关系，不要取消婚礼，好不好？明明是你说叫上霍云逸这个金龟婿，就带着我跟你爸一起过好日子，现在你脏水往我头上泼！我怀胎10月，生了你这么个东西！霍总，都是他指使我们伤害你姐姐的，是他才是罪魁祸首。你们还有，之前你们的相遇都是他提前计划好的。他知道你有钱，知道你喜欢什么样的女人，他故意装成那样的女人和你相遇，他底子里更坏。闭嘴！你给我闭嘴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来人，霍总有什么吩咐？给我抓起来！放开我！来人，霍总有什么吩咐？把他们给我抓起来！别脏了自己的手。
直接报警。报警吧，把这里的监控，还有，陈琳，把你手上的监控视频和资料一起交给警察。不能报警，我不要做了，放开我，放开我！云逸，我求你了，我可以给姐姐跪下磕头认错。姐姐，对不起，是我的错，你原谅我吧。放开！你知不知道，你的行为是罔顾道德和法律，是犯罪。你以为你磕头跟我道歉就能抵消吗？要是真的知道错了，你就去牢里好好忏悔。他也去。不，云逸。要是真的知道错了，你就去牢里好好忏悔。他也去。不，云逸，婚礼取消了，你们分散了。姐，对不起，都怪我识人不清，才让你受伤。这不怪你，怪有些人太过伪装了。你也不知道他真实的样子。还好，你们还没结婚，都不算太晚。你放心，我以后一定擦亮眼睛，给你找一个满意的弟媳。不是给我找，是要跟你过一辈子的人。只要他是一个善良、真诚的人，你们彼此相爱，对你好，姐姐就满足了。我明白了，咱们回家吧，姐。好。